你好，让你久等了，非常不好意思，今天学校事务有点多，耽误了一下，我都差点忘记今天是我们约好见面的第一天了。那先等我回教室收拾下书包再走吧。现在放学了，应该没什么人了，你就跟我一起进来吧。稍等我。好，欢迎来到高一8班，这里就是我平时上课的教室。现在已经放学很久了，同学们应该都走光了，那就刚好在这里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吧，让你对我有初步的了解。稍等一下，等我去黑板上写点东西。OK， 来了。这里呢就是关于我的一个介绍，很简短。姓名呢是灰泽满，括号里是英文名黑走，可以叫我什么都行。看到有人看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想，你是姓灰吗？还是什么？还是姓什么？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不过叫我灰泽或者泽满什么小灰小泽小满，灰泽的满满什么都行的。年龄呢是年龄呢是16岁。为什么这上面会有引号？不是灰泽满加上去的，不过说不定确实是永久的16岁，因为外表不会变化，所以一直保持着这样，所以是以这个年龄自称。至于灰泽满的真实的存活年龄，那就比你想的要久很多了。为了隐藏身份，大概已经转学过80所初中加80所高中了，现在是刚刚转学到这所学校。因为是非常非常乖巧听话的学生，所以被幸运选中，当上了风纪委员的职务。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的袖章，一般就是会在学校佩戴的。生日呢是8月8号，有点像一个无限符的数字吧，很好记吧。身高这里写的是一个平均值啊，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在学校体检已经是5年前了啊，最近都没有具体的测量过。上次的结果是166。为什么写平均值？是因为我们学校分座位是要排队按身高来分的，然后每次排队呢都刚好在队伍的中间，与其说是平均值，也可以理解是中位数的这种感觉，这样就懂了吧？所以就是这么写的。好，感觉你对我已经有一点点的初步的了解了。你全身需要展示吗？其实就是这所学校的校服啊，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如果想知道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就跟我去下一个地方吧。等我一下。放了一些奇怪的东西，等一下。好，如你所见，这里就是平时休息的房间，也是会使用的直播场景之一。可以看到灰泽满的面前呢摆着这样一个绿色的笔记本，把打算分享的一些关于自己的喜好啊等等都写在了笔记本里。好，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刚刚已经放出了一页。好，这里是第一页。喜欢的第一条是很明显的吧？喜欢果冻元素的一切。可以看到胸前佩戴就是一个果冻的这样的一个胸章。不过其实对果冻的喜欢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吃上面，就更喜欢的是那种透明的柔软的感觉，并且还有甜味。最喜欢的果冻的口味是青苹果味的，也就是佩戴的这个绿色的味道。第二个写的是碳酸饮料，是特别喜欢喝汽水的人。喝碳酸饮料的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口的感觉很爽，但是不要喝太多感觉很不健康啊。不过因为灰泽满是不老不死之身，所以也无所谓的第三个是雨天，下雨的天气因为下雨天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待在家里，不用出门。这个可以听出来确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柴的人吧，感觉在家里待着就轻松自在很多。不过可惜下雨天还是要去上学了。没想过如果你停止年龄在70岁养老退休的年纪也不错，可惜是16岁来着。最后下面这个是书说起来有点惭愧辉子自称算是一个读书爱好者吧，虽然手边的电子产品也确实挺多的，感觉这沾上了点网瘾，但平常看书的时间比以前变少了但还是确实挺喜欢看的具体看什么类型的书后面会详细聊这边加上了句封面好看的是因为如果只是把书当一个实体物件，抛开内容不谈，就经常会因为一本书封面好看去购买它很神秘的不喜欢的这一类，第一个就是接电话，把接电话排在第一位就证明真的是个确实是非常不喜欢接电话的人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每次别人打电话的时候都很紧张，就会想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就要找我。一般来说熟悉的朋友可能都会有我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就会给人一种不安感，就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他不能用我的文字来表达吗？就这么急吗？一定要说话吗？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陌生的电话就更加不安了这是谁？为什么会有我的电话？一般来说处理方式就是直接挂断，或者等他响一会儿再挂断下一个是动物或者说重点是热情的动物不行。我对那种不理我的动物还是可以接受的不喜欢的点是在于就觉得动物这种东西灰色版觉得可以远观但不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有点不太希望就是靠近我太近，有点不可控制，感觉害怕的那种。可能是因为其实有被狗追过的经历所以会有点怕。但是我是个人是认为就是狗和猫那些小动物是很可爱的，只是内心就是会自然的有点抗拒吧有一点自然的害怕来着家里面呢之前养过一个可以称得上动物的宠物，有人能猜到吗？就是完美符合只能远观的特性，也不会主动的靠近你。直接说吧就是鱼来着，就是鱼。最后补充一下，就是动物人我不怕，什么猫娘什么小浣熊女仆兔子特工什么的都可以下一个是瓜类的食物，就是吃东西有一点点的挑食吧，所以这是我不喜欢的一个食物的类型。不喜欢吃什么西瓜、哈密瓜、苦瓜、黄瓜、冬瓜之类的，可能南瓜是唯一比较能接受的食物我唯一一个带瓜字可以接受的最后这个是竞技类的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在灰泽满这里看来是希望可以悠闲的进行的，比如跑跑步啊，然后游游泳啊之类的。但我们学校的体育课呢，就是会经常的搞些体育活动的那种小比赛啊，实在是有些吃不消。对这种有要比赛的东西感到十分的惧怕。希望灰泽满的老师啊，体育老师也在观看直播啊，减少一些这样的活动好吗？谢谢您。好，那就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一页呢写的就是一些具体的爱好什么的，比如说平时灰泽满一个人的时候会干什么。第一个就是书，上页也提到了，看的书的主要的类型啊，因为平时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关键词，比如说悬疑推理类型的小说非常喜欢看，算是我以前最喜欢看的类型吧。这类我比较喜欢看的作者一般都是日本的作家，小的时候看的是东野圭吾啊、凑佳苗之类的，然后后面看了一些硬核一点的，什么临时行人啊、岛田庄司他们的那种作品。不过比起他们那种所谓的我觉得很硬核的那种啊，他们叫什么啊？本格吗？那种推理，其实个人是偏好那种社会派一点的，比如说小池真理子是个人最喜欢的悬疑小说作家，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那种什么英国的加莎那些也都是很喜欢的。接下来是奇幻的类型，简单来说就是人物都有魔法的感觉，或者是超能力这种幻想类的，这种也特别喜欢看。下面这个是童话的故事，感觉也是特别喜欢的，但是我这边要描述的可能是更加偏在现代的剧情的感觉。比如说很喜欢看的一个童话故事作家，叫安房直子，就是可以微妙的写出一些很趋近于现实但是又很梦幻的故事，有很多隐喻之类的这种感觉，就是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很大，所以这是我蛮喜欢的点。因为对日本文学的风格很喜欢，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比如说一些文学的作家，但是就不报名字了，我之后会再分享的。也可能会之后考虑做什么读书会啊之类的，或者是小说分享会，可以一起分享自己读过的一些书。剧情类的就是有很多，其实很多小说剧情类型是很难用一个词形容或者概括出来的，所以叫省略。看番剧也算是一个娱乐的活动，不过灰泽满放的这些呢，怎么说呢？就它不能形容，就是我最喜欢的全肯定的那种番啊，因为我觉得很难选择，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啊，到底是喜欢什么类型的，所以应该是说这些番是看过，然后留下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放在这里了，也没有很冷门的，我貌似是没有看过任何冷门番来着。柯南应该这边肯定大家都看过，就是追番时间很长的，应该是最长的之一吧。梦色糕点师也挺长的，好像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躺在被子里看这个柯南来着啊。然后这些就介绍起来真的很多了还是提一嘴吧啊。偶像活动呢，是我最喜欢的是偶像番啊，没有之一，就是尤其是初代吧，就初代偶像活动第1季和第2季是我最喜欢的偶像番的类型里面的。少女歌剧很喜欢啊，但是没有把它放到偶像番里。这个之后再聊吧，先这个先跳过。接下来是玩过的一些游戏，也只挑了一部分。手机游戏其实都没怎么放，因为直播应该不会怎么玩，游戏力是非常不理想的。帮 Dream 放上了，是因为邦邦算是唯一玩过的还没有
懈怠的音游吧，有段时间没点开，但是之前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音游玩的也很菜啊，王周知。第二部分是 Switch 上面的游戏，是选了最喜欢玩的忘记说了，因为是特别喜欢躺在床上或者是躺着靠着玩游戏的人，所以确实手机游戏和 Switch 会玩的比较多。歇一下，这三个应该很大众吧？今年预参加了首先是宝可梦，宝可梦是真的很喜欢玩啊，系列作品都是有玩过的，也挺喜欢对战的。不过技术确实很菜，我还记得之前就是玩珠子系列的时候，大概就应该是打了有上百把吧，结果最后还是停留在，印象里是还停留在超级球的水平，就是连大师球都没有上过啊，我都惊了。所以本来是想放灰色版的宝可梦配对的，但是感觉太菜了，还是不要误人子弟好了。最喜欢的宝可梦有2只，一个是在这里的合照里的，一家属，因为当时玩珠子的时候啊，就无意间使用了那个技能啊，数数啊，真的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可以说是独狗技能啊。然后后面呢，还学着携带那个广角镜啊，真的是屡试不爽，很神秘的技能。另一个喜欢的宝可梦是飘飘球，就是没有放图片啊，但是就是我玩剑盾系列，就入坑的第一个作品系列抓到的第一只我喜欢的宝可梦，就永远记得，就当时其实对很多技能都不了解啊，就随便点了一个，然后看到他放出那个暗影球秒杀对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去，这么帅吗？就爱上了。然后是动物森友会，特别喜欢导建和室内装修来着，这里也放了图片可以看到，悄悄展示一下。其实也打算就之后直播，也可能，但确实只是可能玩一下导建啊、装修之类的。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游戏是看别人玩会比较催眠的类型啊，感觉有点过于的助眠了。然后是斯普拉顿这个游戏，其实很奇怪，就是很少，我真的很少会说一个我一个游戏玩的好，但斯普拉顿还真是非常的狗运，就是单排上了 S 来着，所以这里贴了一些战绩，保存许久啊，今年应该是此生唯一可以展示的机会终于来了，就炫耀一下。但是我是掌机模式玩的，所以如果让我硬拿手柄就硬到电脑上玩，就应该是特别垃圾啊，感觉会被很多人怀疑是不是勤小带打了。现在除了 ZAP85 和红双是比较顺手的武器，就很多武器已经手残了。等什么时候手柄也可以玩得很好的时候再直播玩吧。然后是一些电脑上的游戏。灰色本个人是非常喜欢种田经营类的游戏，所以就经典星露谷了。星露谷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就是一玩可以玩一整天，但是一关上又不想点开了。但不可否认，确实是非常喜欢的游戏。然后就是关于听歌真的特别的杂，所以其实没有想好就是写一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可能 J-pop 跟 K-pop 都听的挺多的，然后之前是被同学推荐小玩过那个 PGSK 啊，玩那个的时候就顺带听了很多的数一口，也挺喜欢的，但总体没有一个特定的喜欢的标准。等一下说，这么快这时间这么快吧？等一下我就说快一点了。最后一个小字有没有人可以看到？就看直播。本来想直接划掉，但还说一下吧。绿色满是特别喜欢看直播的一个人吧，主要还是看管人，然后算是我的一个消遣的方式啊。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住会有点怕，所以会把 V 的直播放到边上，给带来一种安全感。至于详细的这个看管内容，今天就先不聊了，以后再说。好了，这边就是感觉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吧？那就到我们的最后一页。这里就是迎来了这个观众的勋章环节啊，应该都知道了吧？很可惜的就是已经帮你们已经做决定了就是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了所以勋章名呢就是律动。灵感来源是灰色版这个世界的一个喜欢果冻的外星小人的形象。下面是 tag 是比较综合的，就叫灰色版的记录册什么都可以发在那里不局限于 fan art。代表色和应援色是第三非常非常顺口的灰色吧。代表的 emoji 是灰色的爱心比较显而易见，因为灰色元素太多了，很快就选定了。好最后会有一个小小的回答你们问题的环节选了几个感觉是大家好奇比较多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得快一点了这里想问问看灰的直播时间安排和想播的内容。直播时间吗？其实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定下来，所以也没有做好周表。大概是想在中午、下午或者晚上。废话，但确实是还没定的，先播一段时间看看吧。好，还要问直播内容相关的，大概率都是杂谈或者来点读书会吧。对，有没有人会？感觉会有人好奇，就是为什么灰色版讲话的声音好像跟这个唱歌投稿的声音很不一样？因为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狠狠的夹了一下，然后又拜托了调音老师，所以最后出来的那样的效果确实欺骗大家。对不起灰色版的歌力没有很理想，但也不是完全不唱吧，可以小唱一下。忍受度很高的欢迎来听。然后之后呢，会再去研究一些别的直播内容的。目前感觉还挺无聊的。下一个，等我看一下下一个。小满的 IP 在虚拟澳洲会什么语言呢？好奇好问题，好问题。灰色版只能说目前只有中文说的比较流畅。其他语言都是完全不行的。灰色版只能说目前只有中文说的比较流畅。其他语言都是完全不行的。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算是附加着回答一下吧。感觉有人迫不及待的想听一下九九组最喜欢的是哪一对 CP 综合来看，其实很难说吧。实在让我选的话，我就选花叶好。最后呢是明天的对，稍等。最后呢就是明天的直播的安排。明天会在中午12点的时候来进行一些首播的回顾和感谢环节。所以今天如果有没有聊到你感兴趣的问题欢迎明天再来拷打我吧。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今天灰色版的首播就结束了。哇，太好了，感觉我嗓子已经哑了。平时我嗓子没有这么哑，今天嗓子突然一下子狠狠的哑了一下。终于说完话了。下面就是可爱同期16的直播首播，大家快点去看吧，拜拜。